肖战和杨紫到底凭什么关系这么好？终于察觉了。近日，肖战乘坐飞机的路透照曝光，网友们观察到，作为媒体顶级艺人的肖战，坐经济舱拍戏的时候非常踏实。更有网友观察到，这条围巾戴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，他还犹豫要不要换，真是怀旧节俭啊！他好久不见了。说到节俭，大家也忍不住想考虑另一个艺人，那就是杨紫。在拍摄一家中国餐馆时，这位烹饪专家看到菜品都枯萎了，所以他选择丢弃它们。反正杨紫也舍不得把菜倒掉，觉得太没效率了，最后还是自己吃了。更何况前段时间杨紫穿的那件去核毒的羽绒服更是火了一把，人人都说要她的羽绒服，结果她穿的是北电校服，竟然穿着毕业无数年的旧衣服。不得不说，她真的很节俭。两人为人踏实简朴，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小牌子。无论如何，他们确实看起来都不是大明星，但是当他们完成公益事业时，他们非常慷慨。他们肯定是两个善良的人。感叹号！他们除了有相似的使用观外，也同样善良和善解人意，总的来说也是很好的伙伴。综合考虑，显然大部分 CP 粉其实都相信两人能有进一步的转机。综合来看，无论是人品还是三观，两人都合情合理。02，万众瞩目，万众期待肖战剧场版延期。当局鉴于安排电话，老实拒绝了。近日，官方正式传出肖战如梦如幻北京站展如期举行。潮流，但当局拒绝了他。官方重新修改文案，坦言按原样保留是有效响应战略号召，提升秀场尽快回归城市，走进大众生活的体现。据了解，当如梦如幻北京站权威宣布开票时，大量粉丝吵着要延期，尤其是北京的粉丝对疫情的影响深有感触，目前觉得不适合这个场合。大场合。然而，当权者回答时，却含糊其辞地表示，这是有效响应加快复工复产战略号召的行动。忍不住发问：复工复产不考虑安康吗？这一刻显然已经过时了。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，大家真的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制作人王可然先生，但显然如梦如幻的团队是挡不住的。门票将在任何情况下按计划提供并按预定保留。作为粉丝，大家都在期待肖战的戏份，但也需要考虑很多因素。如果出现紧急情况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演艺人员的地位、表演经验、冒险精神等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。说白了，这里只是一个想法，没有道德素质，抓住大家不买票，自己决定去哪里。我自己的魅力在于，我相信我可以享受一些假期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坚持看一场像样的演出。与表演舞台相伴的不仅仅是几个展览。不知道你是什么脾气？03，杨露丝大院，杨紫一般认可玄幻秀，与正在内部白鹿。肖战的戏，大哥，肖战的戏怎么样？业内人士的真实说法是什么？这是非常棒的。很多人认为他谈这个项目只是为了镀金，在拍了几次之后他们就不来了。没想到2年内接拍了很多戏，他真的是趁机捞了好几百万，获得大量美元，很棒。二宝姐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关于金明的事吗？之前饰演万军的小明星，你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从事演艺工作？例如从北大国际学院毕业后的助学。非常感谢你。金明可能是刚毕业的时候去当主持人的。总而言之，他从小就名声在外，偶尔也会接受采访。他从来没有避开过这个圈子。这个圈子不是特别出名，所以他没有带多少现金。他很快就办退出圈子去做基金了。他干了很长时间，2年后才重新在圈子里工作。三哥哥，听说杨天要跟吕四重逢？问号，有效或伪造？这种事情我都不知道，2人也早就失联了。
4. 宝姐，我最近看到张子枫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了，他似乎变得更苗条了，竟然从圆润的身材变成了扁平的身材。他怎么能让它发生？之前的他那时候可是极其纤细的，怎么会更苗条呢？只是渴望，身体不是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吗？而且他的心理状态怎么看都还可以。真正好奇，他完全是从饥饿中走出来的。之前最重的时候是110斤左右，当初热恋的时候是105斤左右，目前他刚好90斤左右，很瘦。5. 好辣妹，不明白杨紫被认为是小花里演技最好的，但为什么她一般都是这样的仙侠节目日常？我觉得每部剧的角色几乎都一样。她想做什么？既然能在仙侠秀中拿到最丰厚的报酬，与其说她之前宁愿不改，不如说女分析师更给力。改完之后各种剧都解决不了大量的开支，而放弃的书籍将是她更广为人知的，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。如果他不承认这个人体模型小精灵，他要么得不到高额报酬，要么无法获得不错的内容。6. 哥哥，于正微博是在暗示白鹿吗？协议失效了吗？2天前，于正发了一条微博，称自己花心了就应该告诉主管，不要把网上的报道告诉经理。本以为是关于白鹿和张凌和的关系，于正从当时的狗子那里知道了一些。随后于正神秘秘地聊起白鹿和王鹤棣合作的戏，说白鹿接触这部戏的时候没有男主，怎么回事？后来被吐槽是给白鹿泼油路。算了，这部剧开播1个月了，现在讨论粉味完全多余。回复：白鹿现在在正做的事情上就是在磨蹭，不是讨论续约，而是组织同意给他安排带新人。于正可能有点失望，他给他带来了一点辛苦。不过这种小困难对白鹿的影响很大。总之，他不是做事的人，片方不会与他发生冲突，只会让他回去说服他的领导。04. 迪丽热巴和杨紫神似无数，都被男主拖到某处，都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你发现了吗？现在的迪丽热巴和杨紫好像已经模糊了很多，没有去年或者前年那么出名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艺人到了3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，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吗？显然，2位女士其实都有冲击力的地方，单凭粉丝的支持，她们在媒体上的情况就可以跟上。尽管如此，从某些酋长的小动作中可以很好的看出，他们喜欢培养年轻漂亮的嫩角。迪丽热巴和杨紫也不像过去那样被他们深深的奉承。先说热巴吧，她本来有个德高望重的大侦探，结果李某峰那个奇葩拉下了她，拉下了整部剧，不管改了多少，都抹不掉这个男主的可怕影响带领。没有人想到，一个有魅力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。迪丽热巴多半是愤愤不平，假装生气，没想到自己会帮这种人。原来是一个异常显然，她实际上需要依靠这种戏剧化才能在网络上广为人知。不幸的是，目前我可以尽一切可能治愈她。况且，迪丽热巴不仅在《太上皇住了》里谋锋一臂之力，还有几部戏。尽管她已被主动传达并广为人知，但对于从现在开始交付的工作来说，这是一件令人羞辱的事情，真是比不上人的算计。本来以为杨紫的不幸是可悲的，没想到迪丽热巴却遭遇连年被拉下马的不幸。如果一个女人误读了一个男人，她可能会被毁掉一吨。确实，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杨紫，她同样被吊打了1年多。每个人肯定都知道，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吴某凡被判入狱13年，罪有应得。可惜杨紫的戏份被扯得近乎老实了，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出彩了。余生一拖就是几年，好在总算得救了。不过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，拖了这么久才让人吃惊。迪丽热巴和杨紫卡的水平差不多，知名度也差不多，年龄也差不多，还拉着一个没有前瞻性思维的男主在某处，你想，这也是一种病态和同情心吗？然而，2位女士的情人并不是彼此崇拜，而是渴望。
我经常看到，当人们建立这2个勇敢的女人时，她们通常会互相追逐。事实上，这绝非开玩笑。在媒体中，有时你赢不了。比如，成熟现在已经不是迪丽热巴和杨紫应该被指定的方式，而是她们应该选择她们和那些处于童年时期的艺人的方式。作为一个女性象征，我必须选择这个选项来面对这个问题。看来迪丽热巴和杨紫要效仿赵丽颖了。不少赵丽颖死忠粉纷纷标榜，换个硕果累累值得庆幸，可见演技的重要性。尽管如此，所有艺人都相信他们可以在偶像节目中表演。比如和赵丽颖同龄的杨幂、刘亦菲、杨颖都一样对可爱的冠军充满期待。也许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变。从这里来看，赵丽颖是很有胆量的。这些天来，青春靓丽的艺人层出不穷，这对迪丽热巴和杨紫来说，同样是一个不平凡的考验。他们逐渐走向黑夜，新星逐渐升起。有那么多的媒体艺人，靠的是童年。迪丽热巴和杨紫最近才走到了广受欢迎的地步。简单想象一下，许多更成熟的时代的明星都沿着这些路线航行，生活通常需要沿着这些路线前进。迪丽热巴和杨紫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都被拖到接近男主的地方，都开始走下坡路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简单的说，我比较直接，漫不经心地说出最诚实的话，尽量不要反对。